舒尔茨变了，其对华政策的改变或将成为破解美国敲诈的唯一出路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据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，德国总理舒尔茨将于11月份访华，具体日期定在11月3日至4日。舒尔茨一旦成行，将是新冠疫情爆发后7国集团的领导人首度访问中国，也是同一时期首位访问中国的西方国家领导人。在默克尔结束任期之后，德国的对华政策出现了严重的摇摆现象。德国外长曾经扬言要力推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，这同默克尔时代的务实主义外交和对华政策划清了界限，表示倘若大陆以武力的方式来对付台湾岛的话，那么德国将会立即提供支持，以帮助台湾地区当局抵御解放军。与此同时，德国的经济部长也发出了要避免进一步依赖中国市场的信号，而这些都与默克尔时代的政策完全相反。在最敏感的台湾地区问题上，最近德国的几位议员还抱团窜访了台湾地区。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，德国政府甚至不得不在人权问题上站在美国一边，对中国进行施压，甚至派出战斗机进入亚太地区，与日本的自卫队举行联合演习。不过，面对德国政坛所出现的对华态度变化，中国的外交展示出了罕见的战略定力，没有升级与德国方面发生争吵，这也为两国关系的全面缓和创造了可能。现在，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，舒尔茨政府陷入了空前的困境。一方面，德国政府正被美国绑架，要求其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；另一方面，德国国内的通胀高企，制造业因为缺少天然气出现外流的现象，而其流出的国家正是美国和中国。更严重的是，能源价格的上涨还使德国的经济陷入了衰退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其天然气和石油的进口被美国狠狠地收割了一把。随着欧洲战事的长期化，德国对美国的能源依赖将会进一步加深。那么，如何与中国保持并深化经济合作，就成了西欧大国制衡美国讹诈的关键因素。近期，舒尔茨一反此前的态度，多次强调与中国展开经济合作的重要性，反对与中国脱钩的主张。他表示，德国支持公平、开放、有规则的市场。这也意味着舒尔茨政府在被残酷的现实教育之后，正在回归默克尔时代的对华政策路线，与美国渐行渐远。据美国的知情人士透露，舒尔茨将在访华期间敦促中国向俄罗斯施压。另外舒尔茨还希望邀请中国作为伙伴国加入全球气候俱乐部，共同促进气候保护。有人认为这可能又是美国施压的结果，但是我们可不能这么简单的来看问题。在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之后，德国国内对美国的疑虑进一步加深，德国与波兰的关系也因为历史问题而进一步恶化。在对乌克兰援助的问题上，德国现在变得越来越不积极。在能源危机加剧、人民生活成本飙升、游行不断、经济复苏的希望渺茫的情况下，舒尔茨的访华可以看成是欧洲大国外交独立自主的一次觉醒。在中国、美国和欧洲的三角关系之中，德国是中美都想拉拢的对象。相比于美国的压榨和勒索，中国与德国能本着更加平等和尊重的态度交往，这种外交战略显然更有生命力。总体而言，舒尔茨此次访华可能会敦促中国给俄施压，但是更大的意义还是利用中国的力量来制衡美国。大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和复杂，我们希望德国人能够从越走越失陷的泥潭中摆脱出来，
而远离美国才是其唯一的出路。而以中国搞好关系，特别是经贸关系，正是其未来希望之所在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